做出最有的模型 QC Go 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大湾翻模再版的 PG 能天使，又或者称之为 PG 雪邦能天使。毕竟这盒套件里呢，包含了 PG 能天使的主体、PG 能天使战损配件、PG 能天使专用灯组，以及这个应该算是大湾自己做的 PG 雪崩组件。也许我这么说其实不太好，毕竟雪崩组件的造型类似于 MG 又或者是 MB， 大面上看的确是那样的。但是大班的这个 PG 雪崩组件单论素质来说，的确是可以称之为 PG 级别的，内身细节还可以，加上比较不错的展开机构，总的来说还算说得过去。但是就和各位了解的一样，可能雪崩组件的组合度会稍微的紧一点，这里给各位提供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像我这样直接在这种的零件卡榫上用水口钳给它来一刀，那么在组合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省事儿。目前这款模型的售价是在640元带灯组，单论性价比，我个人认为还行，但是捆绑销售肯定会让很多玩家不爽。至于这一点，我相信每位朋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我就不去细说了。那么本期的视频，我将针对这款模型的所有形态进行一个简单的评测，包括修改建议，各位可以选择性的观看。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分享环节。PG 能天使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按照说明书的指示，是先拼装骨架，然后呢再安装外架。这一点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一次整体的骨架组合度我认为还可以，基本上没有修件。而且加上灯组以后，整个骨架的效果呢，确实是真的不错。该说不说，PG 能天使的骨架细节和联动稍微的少了一点，也就在胸部和手臂上呢，能看到稍微多一点的细节刻画，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细节了，比较简单。而且尤其是在腿部分件，完全就是简单的左右合拼装完成了。至于可动方面，在骨架状态下，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肩膀和胯部还是比较软的，主要还是因为 PC 件的缘故。而且我这个背景板呢是 PVC 材质的，比较滑，后续呢我还得找一点别的东西才能把这一期视频完整的出好。这里简单的说一下，这一次大班只提供了 PG 雪崩能天使的说明书，所以在腿部骨架部分呢会有一些不同。这里我也是在贴吧老哥那里学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腿部骨架按照正常的说明书流程拼就可以了，但是当拼到膝盖这个部分呢，我们只需要针对于 Q4 这个零件在对应的位置开上3个口。那么如果插不进去的话呢，还可以将对端的2个零件进行打磨消除，上点蓝凝胶进行固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实现不换骨架的情况下更换雪崩装备，非常的好用。在介绍模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个比例能天使的大小。我手里还存在的，也就是剩下了大班的魔改能天使和万代的 RG 能天使。通过简单的对比，各位就应该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积对比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万代 PG 能天使最初发售的时候，其实有不少朋友吐槽过这个头稍微有点大了，其中也包括我。但是当拼完了以后呢，看时间长了，感觉也就没有那么大了，突然就适应了。其实单论整个 PG 能天使的头部，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大班这一次的面相还算是比较正，不过也只有在开灯的状态下才能展现出这款能天使头部的细节，关灯的情况就有点暗了。头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就是在这2个零件卡进去是非常紧的，需要各位针对于内部的蓝色的透明件各个边缘处呢进行一个打磨处理，避免造成绿色透明件的碎裂。这次的透明件质量，我个人认为算是大班里比较好一点的，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爱出油的体质缘故，所以拼完了稍微的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建议各位注意一下。PG 能天使还提供了部分的报价机构，头部也就是电容两侧的零件带有一定的推拉结构，但是这个可动幅度真的是很小。整个头部的可动性依靠着一个球形关节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在活动的时候呢，会受到后面线缆接口的部分干涉。为了避免在活动的时候造成断线，还需要各位在把玩的时候呢，稍微的注意一下了。这款 PG 能天使的胸部有一个我个人比较不爽的点，那就是我这一台的胸部刻线已经完全的糊掉了。胸口上端的2个黄色天线细节呢，也是比较不错的。胸部的透明件整体呢稍微的有一些污浊了，内部采取了贴纸实现的真人电容文字的样式，但是这个粘性有点高，所以各位在粘贴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点亮光源，内部的文字其实也真的不太清晰，但是能看出来有字。驾驶舱在电容的下端，但是这个蓝色的装甲让我修的稍微的有一些松了，毕竟后面还要替换战损的形态，所以就这样吧。展开的方式也比较简单，直接打开就可以了。内部也是有提供小人的，这一次一共是提供了2套小人，也就是第1季的刹那和第2季开战损能天使的刹那。
背部也就是这一次能天使的太阳炉了，但是这个太阳炉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周围的叶片实在是太松了，基本上没有办法固定位置。太阳炉周围的钩爪都是带有可动的，在骨架状态下，太阳炉还可以直接拔下来，但是在装上了外夹以后呢，这个位置想要拿出来的时候呢，还需要稍微的费点劲了，需要各位先把蓝色装甲全部给它拆除下来，再装上太阳炉。所以各位在拼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部分的修件，不然会非常的麻烦。在开灯的时候，太阳炉会通过呼吸灯的方式实现类似于旋转一样的动态。在3红灯效下的太阳炉也会从绿色转为更浅或者更亮一点的红色，这个效果真的是挺好看的。太阳炉拆下来以后，还可以直接安装在地台的太阳炉展示架上，同样可以实现灯组的效果。这里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太阳炉要么安装在主体身上，要么就插在这个上面，不然是没有办法点亮灯组的。顺带一提，取下太阳炉以后，背包后面呢，其实本来会有一个类似于电容的零件，但是我忘了拼了，所以这个地方看上去会比较空。除此以外，胸部同样是有着比较多的展开机构，但是这些展开机构啊，总感觉不是特别的好看。整个胸部呢，其实也是提供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活动范围，但是这个手感稍微的有一些软了。但是整体的固定造型呢，我认为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肩甲部分的设计其实就比较有意思了，采取了类似于老 RG 的外挂式肩甲，可以独立拆卸。说实话，这一点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方便的。肩甲部分还采用了2种蓝色作为区分，但是我手里的渗线液啊是全部用完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再进行渗线了。肩甲部分的展开机构呢会稍微的多一些，主要是有一个活动关节，能让整个肩甲爆的更加的彻底一些。目前肩甲爆甲以后这个造型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普通钢铁使状态下的肩甲后方还有2把光束军刀剑柄，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钢铁使的手臂看上去会稍微的有一些粗了，不过这种感觉呢也还是不错的。上臂这里内部是有发光模块的，但是由于大弯零件本身比较薄，所以这个地方的透光会非常的严重。我这里采用了本体模型里剩余的那些反光贴纸进行粘贴，能够完美解决这个透光的问题。手臂和肩甲外侧还有粒子传送带的安装，这个部分为了不限制可动，采取了软胶粉件。上臂和这2个零件的安装呢是比较麻烦的，建议各位把白色零件内部的所有卡榫全部削掉，然后用胶水进行固定。这里边啊比较紧，而且很别手。手肘部分在弯曲的时候呢，后方会有安装线缆部分的露出，这个部分啊还需要各位玩家在拼装的时候把线缆好好的处理一下，不然我个人认为会对可动造成一定的影响。小臂这4周的零件呢会比较非常的难安装，有点紧，需要各位稍微的用一点力气。这个地方卡榫呢稍微的有一些别手，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各位使点劲儿，用点劲儿，不然的话呢拼完了还是会有缝隙的。手部是提供了 PG 能天使的拼装全可动手，同时还提供了好几个造型比较不错的造型手。说句实在话，银色电动卷，说句实在话，拼完了以后，我个人认为问题还是挺大的。首先就是飞边加上漆面的颗粒是真的是非常多，再来就是电镀漆面的塑胶会更加的明显。建议有条件的朋友把这个电镀漆面洗了，然后呢重新自己处理一下会更好。复合枪件直接用造型手握持在手上，再安装上手臂上就可以实现挂摆了。其次就是真人长短剑，在尾端提供了一段拉伸的结构，两侧的零件是带有一定的活动性的。但是这次剑刃的透明件和复合枪件是一个问题，而且2把剑刃的这个部分的卡榫，我都建议各位给它削掉，然后上胶水固定，不然啊，这个剑刃前端呢真的是比较难安装。基础武器剩下的也就是真人盾牌了，细节方面还是比较普通的，但是 PG 的真人盾牌提供了展开的机构。展开以后呢，就能够露出内部的绿色透明件了，并且是有铝箔贴纸的反光效果，还是比较亮的。同样直接插在手臂的接口呢就可以了。武器配件方面还剩下一个 PG 能天使专用的地台了。该说不说，这个地台的细节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很喜欢。而且这款模型的基础状态的武器以及造型手呢，都可以收纳在盾牌的底部，不用担心会丢失。地台除了一些基础的固定作用以外呢，还提供了供电电源的安装位置。需要4节5号电池就可以了。同时，这款模型呢还支持 USB 供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打开开关，先是头部和胸部的发光，再按一下就是全身电容发出了蓝光，再按一下就是呈现出一种即将进入3红状态下的呼吸灯的效果。这个目前效果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但是这个呼吸啊稍微有些慢了。最后一种灯效呢，就是3红状态的红色灯了。整体的灯效呢，真的是要比蓝色的灯效要看着更加的亮一些。
那么最后再按一下灯组呢，会变成红色闪一下，然后呢从第一种灯效开始循环。灯光方面也就这些东西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展示一下 PG 战损能天使状态。需要准备的东西也就是这些零零散散的零件了。麻烦的地方也就是头部基本上要全拆，而且手臂也要拆除，剩下的都是更换外甲了。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最终效果。当前就是 PG 战损能天使的主要形态了。但是说实话，战损能天使呢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个，需要动骨架，尤其是在手臂和头部等于重新组装了一样。这里啊，我是真的嫌麻烦，就不管手臂了。其实各位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一次头部和手臂的组合度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所以说呢，在替换雪崩的或者战损形态下呢，说回到这套战损配件，加上大半粉身翻模的问题，部分替换外甲上面的破损结构呢，会有一些肉不够清晰，这一点真的是比较烦的。加上万代本身设计的这款模型的战损外甲时候呢，我个人认为战损的位置实在是比较少了，所以加上本身战损说明书只有短短几步是有用的，其他的基本都是多余的。虽然大体上更换的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我们还是来简单的看一下。头部可以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能天使的头部了，战损的半边造型是真的帅气，配合上灯光的效果，红眼真的是绝了。天线以及电容部分呢，都是进行了战损替换，但是面颊的灰色分件还是需要使用能天使的零件，该说不说，真的抠我。面颊的零件呢是比较松的，所以说这里建议各位稍微的加固一下。胸部部分主要就是在驾驶舱的舱门变成了黑色，胸口的太阳炉透明件呢添加了裂痕细节，这个部分我个人比较喜欢，但是这个透明件就会更加的污浊了，其他的外甲改动就真的不大了。这边完整的肩甲部分呢是提供了带有缺口的零件，手臂这里的粒子传动带，这按照设定来说是需要拆除的，替换上新的骨架零件，但是真的是比较麻烦。小臂内侧的装甲呢也是提供了一个缺口零件。武器部分也还有最后对复合式枪剑进行了更改，白色零件替换成了带有裂痕的零件，剑刃也是替换成了断刃。该说不说，这个断刃看上去就很有感觉，但是断刃的替换也是比较麻烦的，基本上等于重新拼装了。另一侧的手臂需要完全拆除，替换上带有机械臂的战损披风，也是能天使最标志性的物件的。整个披风采取了3片式的设计，通过机械臂进行连接，但是这个机械臂稍微有些松了，而且啊，机械臂整体的组合度呢比较紧，建议各位稍微的处理一下。整个披风的动态和造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摆出一些比较有张力的 pose 还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肩膀部分是比较软的，所以说另一侧完整的手臂想要抬起这个断刃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最后也就剩下的腿部和胯部仅仅是替换了一些外甲，腿部的电容也是采取了零件进行了遮挡。总的来说，战损真的是帅，但是替换是真的麻烦，而且替换过后啊，剩余的零件会更加的多，至少会有一条完整的手臂，总感觉有些浪费。那么最后还剩下雪崩形态了，这里跟各位展示的也就是雪崩形态所有的东西，量还是非常的够用的。本来我是真的不太喜欢雪崩的，但是做完了以后，我发现感觉还可以。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雪崩形态下的素质表现。那么目前呈现在各位眼前的就是雪崩形态下的 PG 能天使的，应该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的 PG 雪崩能天使吧。但是说实话，单看能天使的比例还是可以的，一旦上了雪崩组件，就总感觉这个比例有一些臃肿了。但是这么大个家伙，整体的素质表现，我个人认为其实还说得过去。简单的看一下雪崩组件的素质表现吧。胸部仅仅是在出气口部分提供了新规的零件，其他的是没有任何的变化。肩甲部分呢，在原本肩甲的基础上添加了新规的外甲，但是下端的零件只提供了一个，所以还需要拆除替换，是比较麻烦的。肩甲部分的雪崩组件呢，我个人认为是在 MB 或者 MG 造型的基础上进行更改的，整体的可动性比较紧实，而且活动范围也是比较好的。比较令我满意的就是雪崩装备提供的爆甲了。肩膀部分的组件呢，提供了大量的爆甲设计，这些都是在我们曾经所有的雪崩形态下呢没见过的一些爆甲设计，能够看出来展出了更多的细节。顺带一提啊，这种尺寸比较大的喷口内部都是采取了透明件的设计，并且空间比较大，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加一个磁控灯组。手臂上呢提供了挂载了新规的武器组件，需要拆除原本后面的白色零件，替换上带有卡榫的零件就可以固定了。注意这个地方是区分左右的。这个部分的分色呢，其实还不错。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翻折展开一个机械臂，用来挂载光束军刀，又或者 GN 长短剑。
背包部分的上方挂载了4把光束军刀剑柄，背后的机械臂也是可以展开活动的，上方还可以挂载 GN 长短剑，不知道能不能安装 GN 复合枪剑，反正我是直接挂上去了。强军甲也是提供了雪崩的强军甲，但是连接件依旧是共用的，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这个部分的把玩稍微有些松，很容易掉。强军甲的内部也是提供了机械臂，使用方法和手臂那个是完全一样的。后军甲的造型是比较不错的，这里也是提供了软件分件，但是这个部分是没有灯光效果的，比较遗憾。后军甲上方的浅蓝色装甲安装比较松，建议各位稍微加固一下。后军甲也是带有不错的展开机构的，直接外拉，然后呢，下面的喷口也是可以展开。腿部追加的装备其实就比较多了，除了膝盖的推进器组件，还有后方的雪橇板以外呢，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装雪橇板的轻装样式。膝盖和推进器的肩甲类似，但是就是爆甲会稍微的少上了一些，仅仅是普通的展开以及两侧的展开就没有什么了。小腿后方还有新规的推进器可以活动，雪橇板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看点，整体的可动性和 MB 或者国产的 MB 造型基本上保持了一致，除了在后方是提供了一些展开机构，说句实在话，真的没什么亮点。这里要注意一下，雪橇板的活动柱形卡榫呢都是非常紧的，在安装之前必须进行打磨，不然很容易断。同时，能天使脚底呢还有钩爪可以卡在雪橇板上，但是这个地方的用处真的不大。雪橇板还可以安装光束军刀特效件。那么雪崩装备我们就已经大致看完了，最后还剩下这款模型的武器了，斩剑刀。PG 级别的斩剑刀长度也有接近了50厘米，整体的尺寸真的是比较大，但是和之前做过的星星臂、橘翼蚊子炮相比，斩剑刀就显得有一些单薄了。而且电动件和我之前吐槽的一样，质量并不算太好。斩剑刀中间呢还可以安插直音长短剑，实现握持模式，但是这个结构我总感觉不太安全，会对剑刃造成伤害，所以斩剑刀还有一个展开的玩法，分成3把武器都可以独立握持。而且就我手里的这台 PG 能天使的关节，完整的斩剑刀是肯定拿不起来的了，所以就乖乖的找个好地方暂时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 PG 能天使的所有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修车建议。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修车建议了。那么针对于这一次的 PG 能天使呢，说句实在话，我个人认为在整体的能天使的部分呢还是比较不错的，至少在这个骨架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在组装方面的应该比如说削装破孔这样的问题。在骨架方面呢，仅仅就是在集中在了脚部这个 Q3、Q2、Q10、Q9 这4个零件部分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阻力感，这个简单的给它稍微的扩下孔就可以了。处理的方式按照我在视频前端所说的那个东西呢，就是可以的了。直接拿水口钳在卡榫上面给它来一刀，这样的话呢，就会对整体的这个组合度能够提升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其他部分说实话，骨架呢，我遇到的就是这些问题了，剩下的呢，基本上都是在主体部分、外甲了，以及一些雪崩装备上了。但是因为我手里是没有战损以及普通能天使说明书的，这本说明书其实就已经包括了雪崩以及普通能天使，所以说呢，我们以这本说明书为准。战损的话呢，其实就像我视频里说的那几个问题了，基本上战损的话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毕竟都是替换一些外甲，没有什么涉及到太多的组合的方面。然后首先就是它 XD6 这个零件呢，建议各位把所有的孔外都给它来一刀，这样的话呢，是为了在后续替换零件的时候呢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在这个零件 H3 下端的这2个卡榫呢，要稍微的给它扩一下。然后